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。他们是著名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，欢迎；著名作家陆琪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4位老师的生活智慧吧。我们来看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他总是当面一套，背地一套，我根本不知道他现在说的是真还是假。他所有的要求我都尽力满足了，可他还是不满意。我觉得有些事儿他就是故意的，他不想做的事儿永远都有借口。我解释过很多次，我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做他才能相信。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薛先生，31岁，来自山东，话剧工作，有请。女嘉宾杜女士，24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老师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杜老师在小片里说他阳奉阴违是吧？说说他怎么阳奉阴违的好不好？啊，一开始我以为他对我很好，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，包括他把他的银行卡都放在我这儿。但是随着就是时间的这个推移，然后我们俩的感情，我就会发现他说的和做的根本就不一样。我们俩已经处了2年了，然后我说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换一份工作，这个收入高一点，为了以后我们的生活更好一点，未来还会有孩子的加入。然后他说好啊，没有问题啊，他当时就答应我了，我还很开心。过了2天，我就会发现他在新工作里面迟到早退。你朋友跟你说的和跟我说的真的是不一样。那说我的时候说我业务好能干，那跟你说不上心迟到早退。我朋友怎么可能当着你面说你不上心呢？他肯定是让我去跟你说呀。就是怎么不上心？他带小孩出去演出，临演出之前。现在你做什么呀？过去做什么？他希望你做什么？说你不上心。我过去是在话剧团工作。然后他希望你换什么工作呀？他想让我去那培训机构去教小孩儿。然后到了培训机构，他的朋友说你不上心是吧？是。那培训机构是他朋友开的，还是你跟他朋友是同事啊？他朋友开的。然后呢？您接着说。然后临着演出之前，U 盘没带，发现 LED 背景放不出来。后来你朋友临时给我加的这个任务，20多个节目，那我根本一个人弄不来。后来这也没办法干了，所以他就被辞退了。然后，更可笑的是，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在之前的单位辞职，他只是在休假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当时他说介绍我到他朋友那个公司去试一试，那我就去试一试。我原来单位先别直接辞掉，如果真的那个他朋友那公司适合我，以后有这个场景的话，那我就在他那儿干，就把原来辞了。那现在人家把我辞职了，我就回原来单位上班，也正常。所以你的解释是骑驴找马，是这意思吧？是这意思。你就认为他没有背水一战的决心，对，是吧？除了这个事儿，还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阳奉阴违？就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还说谎，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特意的就是2个人在一起也快2年了，然后我就说你就把烟戒了吧。要不结完婚再马上想要小孩，你那时候我怕你不适应。他说好呀，没有问题，当着我的面把烟掐碎了扔在垃圾桶里。我当时我觉得可能是下定决心了。可后来每天回来的时候，我都能闻到烟味儿。然后有一天我中午给他收拾衣服，我一抖，烟盒掉出来了。我说戒了就真戒了。一个真戒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兜里还有烟呢？身上有烟味儿呢？我解释过，这个烟味是朋友他们抽烟，我也不能不让他们抽啊。我兜里揣着个烟，我就没动过，基本上。那如果我要怀孕的时候，你兜里揣着烟吗？你身上还有烟味吗？他就是先答应着我，然后背地里根本就不这么做。不是你到底烟戒掉了吗？戒掉了，但是没有不信是吧？当然不信了。我觉得他就是说戒烟的那一刻起，不管是烟味还是烟，都不应该从他身上发现。烟味儿这个杜绝很难，也许他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有烟味儿的。那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见他抽过烟吗？那没抽啊。你这个还是要信任他的。就还有就是，不光是抽烟这一件事儿。有一天我上早班，我说你能不能先把家收拾一下？他说好，没问题。等我回家的时候吧，确实表面我觉得
还行啊。当我一脱衣服往衣柜里一挂的时候，发现裤子呀，然后那个袜子、衣服都叠在一起，就全都涌来，撒了一地。这个我觉得是个能力问题啊，人家收没收啊？收了。这能力嘛，你得看到他好的一面、积极的一面啊。我觉得这些小事儿我都可以不去计较，但是。因为我们俩现在住的是1居室啊，我们想换一个2居室的房子，因为都要为以后考虑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要不咱们把这个卖了，再买一个2居室呗。他说行啊。这房子是谁的房子呀？是我们俩的一开始的房子，你们俩合资买的？对，谁的股比大？他们家出的多一点，我们家少一点。哦，您是大股东啊？行。我说咱们能不能换一个2居室？是。然后他说没有问题。这件事儿你就交给我，你就不用操心了啊！我说好，你去办吧。结果我每次回家我就注意观察，我就说怎么没有音讯呢？来1个也行啊。然后当时我就问中介，我说有没有这样一个房型？他说有，但是我不建议你买。他说这个房子要比市场价多出30万。然后我就回家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儿。那我把价挂高一点。我也是想多卖点钱，然后咱们手里能宽宽点。而且当时那个房中介说了，说我们家这个房源有很大的这个升值空间，说你可以挂高点，万一有真喜欢的他就买了。那他还是不想卖，所以他才挂高价呀。那你跟他谈呀，你跟他说咱把这价格修改一下。那他也得同意啊，他也得去办呢。就是你为什么不办呢？那如果我要是什么都干好的话，我要他干嘛是吧？对呀。哎呀，您的思维是这样想的。这个我替他说一句啊，我想给我们家老头老太太换一个房，这都3年下来也没换成，我也没挂这个高价。那你各种条件嘛，买房这件事儿，那又不是买白菜，对不对？肯定是这样的。这个我替他说一句啊，不要怪他，他不是那么想的。还有别的吗？之前我想去这个拍婚纱照，我觉得拍婚纱照对女人来说还是一件挺重要的事。那当然重要啊。然后我看好了一个韩系的那个婚纱照，我就跟他说我喜欢，还是跟卖房子事儿一样，放心我去办。婚纱照这个事儿，我觉得我办的也没有毛病啊。就是当时我们预约那个婚纱照，特别火爆那家店啊，那老是排不上号，然后就说让我们回去等信儿。回去我们等了大概有2礼拜，我就经常打电话就问能不能约上，能不能约上，他们就老是约不上啊。就这个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们正好也是开这个婚纱店，有个开业需要模特，正好我们俩就去那儿拍，还能帮朋友忙啊。就收钱不？不要钱，免费的。这多好啊！就去那儿拍了。可是我们俩一开始我是想拍那套韩式的，我觉得那个比较符合就是我喜欢的风格。他要说他朋友去，我可以理解。我觉得我就是不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。是。你提前跟我沟通好了，我可以理解。但你为什么答应着我让我去拍那个，到最后变成了去他朋友那儿拍啊？你去了吗？拍了。那你可以不去啊，你拒绝呀。你说我们还得韩式啊。可是我们都拍完了，然后那个婚纱照打电话说之前根本就没有联系上他。什么叫之前根本没联系上？就是他就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办那个，他就是想让我去他朋友那儿。那人家说的话你都信，我说的话你不信。但是有的时候种种事情加在一起，我觉得别人的话，我再弱弱的问一句啊，既然那么在意要拍那套韩式的，为什么不是您自己预约呢？您又发现他有这个毛病了，那您就自己办一下呗。就还是跟买楼的事儿都一样。那我要是都能办的话，我还需要他干什么呀？就他满满的自信跟你说这件事我来帮你办，却把每件事都搞砸。还有就是之前我们俩上下班就打车，我说要不这样吧，你买个车考个驾驶证吧。他说行啊。当时就在那个手机上开始预约报名。但是我们俩现在已经出了3年了，他驾驶证刚考到科2。我科2过了。是这样，这个事儿我得说一下。这没什么好说的，有人学10年没学出来，15年我都没考上。你这个无所谓，就是有些人他天生的这个手脚呀、大脑啊，就各种反应都不对。他就是不想买车，所以他把这个驾驶证这个战线拉到这么长。想不想买车呀？想买，但我的中心思想是，那我必须得学好了，我才能开着带着它。行，你这没毛病啊。好，就算没毛病，那之前的事儿都是小事儿啊。那说个大的，这件事儿，我觉得
就是关乎到家庭了。哦，关乎到家庭了啊！双方父母见面之前，我就跟他说彩礼钱的事儿。我说我们家要10万块钱行不行？啊，他说好，没有问题。我说那咱们双方父母就见面吧。然后见面的时候，他给我妈妈一张银行卡，我妈妈去银行一查，卡里只有5万块钱。你到先付5万定金，事儿成再付另外5万，这是下不定金的事儿。这我回到老家，这个找我妈，我不知道怎么帮他折了。找我爸妈要这个钱的时候啊，但我家里一下拿10万，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。而且包括以后要办婚礼什么都需要钱。不是你这跟人说了吗？我后来说了，但是他还是先说呀，不太相信我。当时我就想，要不就先拿5万，反正当时他妈妈跟他说的是这个钱他们也不要，就是最后也是给我们过日子用。我就想，那就先拿5万，等我们家宽过点，再把5万放进去，也不是不给10万，就是。结果他第2天就可是我妈妈上银行一查的时候，银行卡里只有5万。你有没有想过她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？她要真说，哎呀5万块钱，那同意，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，但是没有必要当面说10万，然后背后给5万这件事儿吧？对，而且他也没告诉你说我卡里就5万是吧？对呀，没说，是我妈妈发现了才知道。是我当时是想，既然他妈妈说了，他不要这个钱，这个钱就是走个过场，我就想。那就先5万，以后再补上也一样的。这个不地道了啊！你父母对他怎么看？我父母是因为我们俩刚确定关系的时候，然后他弄了一套茶具给我爸爸，说这个茶具是多么来之不易得来的。我们俩走完了之后，我妈妈给我拍了一个照片，那茶具上写了3个字。非卖品，那个是我求朋友，人家是给 VIP 客户定制的，但我也没打开看，我真不知道上面还写着这些非卖品这些字儿。就是一个定制的东西，但是他的定制就是也是属于送人的。但是他刚一见面就弄一个这么模棱两可的东西，我妈就说他不靠谱。他现在做的那些事儿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。真不想结了是吧？有点不太确定了。哎，确定一下嘛，不想结就别结了。但是。如果要这样的话，别人要问你为什么跟他分手啊？我都说不出来原因。能说出原因啊？就是我们俩不合呀。毕竟我们俩已经处了这么长时间了。啊，哎，你自己觉得这个男生怎么样啊？就是我觉得他老实的时候，确实，也就是包括他的专业能力，还有他这个，那个很聪明，这点还是挺招人喜欢。但是他有的时候做下来一些事儿，我就不是很喜欢。啊，你想娶这姑娘？想。你想跟她好好过日子？想。你受得了她这脾气吗？颐指气使，发指令，自己什么都不干。好的时候真想当然，凭空一想，事儿就来了，愿意吗？他好的时候不这样啊，就是可能。就误区大了，他可能就现在这样。你们每次出完这些小事之后，你们俩就不会坐在那儿沟通沟通吗？他不愿意听我解释啊。哎，阳奉阴违这件事儿，你把它放大说，其实说的是品性问题。能力呢，其实跟人品无关。啊，你现在更愿意相信他是能力低下，还是人品不好？我觉得他有能力。啊，那你就说他人品不好。他也。不，人品不好，咱就真的不能嫁姑娘。但是有些事儿确实他不是故意去搞。所以我问你，在主观上面，你愿意相信他是能力低下，还是人品不好？我不相信他人品不好。那就是能力低下，你也不愿意接受。你马上要嫁给他了，你觉得这个男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他当面跟我说的和背地里做的一点也不一样。这姑娘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没什么大缺点，就有时候性子急一点啊。你发现了他最大的缺点，你能忍受吗？我觉得如果他可以改变的话，我是能忍受的。如果他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不确定。啊，其实可以感受到，女生还是愿嫁的，是吧？但是在嫁之前总觉得我们有什么不合适，这在哪儿？想寻求一个答案，这种。感觉是怎么产生的？老师们又是如何看待男生的这一系列行为的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听他们的故事，其实我想到我很小的时候，听过一个比我年长的女老师说的话。我去她家里玩，然后呢，她给我看那个照片，我看到有一张她和她先生。在当地，我们那个有一个叫逍遥津的公园在湖上荡舟，我觉得那个画面特别美。
然后他爱人是一个画家，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郎才女貌啊，天作之合啊。我看着这个画面，我说很幸福啊。结果他悠悠的若有所思说，我们年轻时候爱上的那个人，通常都是我们幻想中的那个人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今天我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，她一直希望对面这个男生就是自己渴望的那个爱情里的样子。当你发现他很难贴合那个影像的时候，你心里很难受。你在想，哎呀，爱情原来跟自己想象的根本不一样，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是我爱的那个样子。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会要走过的一段路。所以我特别想跟这个姑娘说，男生比你大很多，你看得出来，即便是你吵呀闹呀，或者我们说的一个词叫作，他依然有一个很包容的心。而且无论你怎么说，他好像很难改变。这个其实就是人的性格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即便他爱你特别深，他可能都很难改变自己的一些行为方式。所以我在想，女生你可能要调整自己，就是你要想明白，这个人他是不是由于你的想象错位了。如果是你自己的问题的话，你要做抉择了。我的意见呢是，你们没有什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。你刚刚赵川反复问你是不是人品的问题，你断然否定，他可能心有余力不足，这是能力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也非常的看重能力，你觉得和一个能力不强、无法达到你心中的那个目标的人在一起生活，你很累，你很委屈的话，我建议你也要调整。彼此都还年轻，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如果是这种将就和痛苦，我不建议双方这样折磨。即便他再爱你，这种痛苦持续下去，像一个拉锯战一样，慢慢的也会丧失当初的这种热情和深情。所以我建议你考量清楚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周青老师。陆琪老师，我跟你讲实话，要不是他这个性格，你们早分了。打个比方，跟我说要我戒烟，我说我不戒，为什么戒？我要应酬。你说你怀孕行啊，以后孩子在的时候我不抽啊，不就完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应酬呢？你要我换工作，我会说话剧是我的梦想，你凭什么要掐断我的梦想？我只是爱你而已。你要我卖房子，这房子我住得好好的，我买了才1年2年，还没升值呢，我为什么要卖？换个人就是这样。当然他那个彩礼的那个事情确实做的是不对的啊，但是就是他用了这样的一种模式，以至于你们在整个亲密关系中没有那么多的吵架。否则按照你的性格，如果硬碰硬的话，你们早就天崩地裂了。所以现在这个情况，这2个解决方案，你希望他不要再这么把你糊弄过去，也可以，那就要你改。你怎么改呢？就是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商量着办。也就是说他可以说不。你看我反正一路听下来，没有他可以说不的地方，没有，都是你说让他什么他就必须要是什么，对吗？所以他用了这种方式来抵制了你，来抵抗了你。或者你觉得我还是需要颐指气使，要指使你做这个做那个，就是这个模式，坚持下去，你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。比如说你有什么东西真正你自己想要的，那么你亲力亲为把它做完，不要给他机会糊弄你，这就完了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人生的智慧、婚姻的智慧、家庭的智慧啊，就是合适的人、合适的性，就这样。谢谢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谢谢啊，莎娜老师。女人真的好麻烦呐！你说。您是男人还是女人？我是女人啊，所以我说承认自己麻烦就好。对，女人真的很麻烦。你说对男生提一个要求吧，他不答应你，你说你不爱我，我提的要求你都不答应我。我提要求吧，答应了之后，哎，计划有变，你又说你阳奉阴违，说话不算数。你说女人麻烦吗？其实真的挺麻烦的。就说你说的那几件事儿。什么卖房啊、买车呀、拍婚纱照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也可以说你事儿啊。就是你为什么非要把我想的那么坏呢？在2个人的关系当中，
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我们不能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敌人来审视，放下这种评判，放下敌对感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。你如果爱他，你就要相信他对你的爱是同样的。那么翻回来说，女生为什么说了这么多的事儿，都会抱怨说男生没有把这些事儿办好？男生就要明白，女生说这些事儿、发出这些指令的真正意图是哪儿？她的真正意图不是说这些事儿必须要办到什么程度，她的真正意图是你要把我的话当圣旨，就是你要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，尽你10000%的努力去把这件事儿完成。如果完成不了，你要提前告诉我。所以他要的其实是在这个关系当中的主动权，我说了算，我说的话必须要实现。但是很多事情，不是说你要这个主动权，这件事就一定能办成的。所以我们希望男人要言而有信，女人要学会善解人意，那关系才能平衡，大家各退一步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严老师。老师说的特别对，两个人相处合适最重要。你这个性格适合什么样的男人，什么样的男人和你在一起你才能愉快，这个确实是爱情婚姻的根本。但是看看你们俩呢，男生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啊。其实男女之间相处，长久的相处之道是真诚面对，而不是糊弄敷衍。两情相悦是愉悦，而不是取悦。男生你自己在做什么呢？其实你明明很多时候他的话你根本不愿意听，你根本觉得这是个小姑娘在提要求，我就糊弄糊弄就过去了吧，我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就好了嘛。房子我不想卖嘛，我就跟他说啊卖，然后不作为。烟我不抽了，不抽。你兜里装着烟，天天装着烟不抽，我是真不信。婚姻其实是我们说难得糊涂，但是在件件桩桩上，你都因为他好糊弄去糊弄他。今天是抽烟，明天是什么？我不认为一个男人说，哎，我就表面上答应了他，其实做这个是为了不吵架，我就长久这样下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们越处越长，什么年龄的差距，谁宠着谁，谁更怎么着都没有了，有的就是我是什么样，我就是什么样，他一定不能接受的。这个姑娘的性格就是，我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你要么说服我，你要么听我的，你糊弄我，我就不爽，你糊弄我，我就受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听起来你们没大事，为什么要来这儿啊？这在这姑娘心里是过不去的坎儿。我特别理解她，因为我就这种人。你认为说我听她的话，背后一套，是为她高兴，是不吵架，这真的不是两情相悦，不是彼此愉悦。你只是想取悦她，达到嫁给你的目的。实际上呢，如果你们不能找到一种平衡的相处方式，这始终是你们相处中的很大的问题。而且以后如果真的结婚了，会暴露得更加无遗。所以我倒真觉得，你们现在不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好时机。所以别着急着就结婚，把相处方式沟通好了，处理好了，再说婚姻的事儿，好吗？谢谢严老师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理解什么意思吗？我要卖房，对不住，哥们儿，你不愿意，我就想卖了。您跟他说了，同不同意？同意。办不办？办。没办好，接下来我还要卖房，我自己就把它办了。这是我跟姑娘说的。我揭露一个事实，烟你肯定没戒。我告诉你，我说戒烟，我戒了1年8个月。后来为什么复吸？非常简单，因为环境。你周围的朋友抽烟，来一颗不抽，来一颗不抽，后来他不给你了，对吧？突然有一天你心烦了，在这个环境里面来一颗吧，您这一抽上，也许就复吸了。所以人家说有人戒了一辈子烟，你会发现说，当环境隔断之后，你就真要戒烟就能戒了。所以咱们说实话，你不能糊弄他。老师们说的不糊弄是对的。而且还有一种就是，我觉得是日子过得别那么较真儿，没有对错。
过日子嘛，那么较真儿干嘛呀？衣服能收拾收拾，不能收拾不收拾，怎么了？你不要让细枝末节影响了大的幸福方向。但是，你得想明白，你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男人？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分。有很多事儿呢，我特别想给办好，但是有时候可能，就像老师也说的那样，可能有时候能力不行，也有点儿，有时候想糊弄那个意思，但是我缺乏跟你的沟通。我保证，从今往后很多事情我都想跟你一起去做，一起去实现的。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觉得有些事我们一起商量，一起了解对方的想法，得到答案和结果会更好，而不是什么事你都觉得你能做好，你却把它弄得一团糟。如果两个人一起商量的话，你问问我的想法，我问问你的想法，实在你要是觉得你干不了，你就交给我，我也一样会去完成，我也会改一下我的脾气。至于合不好，再让我想一下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，请回啊，谢谢啊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稳住再谈一谈，多了解了解。来，各位请看。他对我越来越冷漠，经常莫名其妙的发脾气，还整天的失踪，不回消息。他真的太敏感了，很多事情我根本不知道错在哪里。明明我已经道歉了，他却还是不依不饶。我只想他能像从前那样对我，可他忽冷忽热的态度真的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坚持不了了。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平淡期了，没必要像刚在一起时那样天天黏在一块儿。我希望他能多理解我，为我们将来考虑。让我们有请这位嘉宾，有请。男嘉宾包先生，23岁，来自重庆，跆拳道教练；女嘉宾袁女士，22岁，来自重庆，自由职业。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女生觉得忽冷忽热是吧？对啊，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他分手了。为什么非要来这儿分呢？
对啊，他就跟我走啊，我也没办法呀，我还走了，就只能走了呀。很奇怪呀，为什么让他走呢？不是因为当时同事都在嘛，他气冲冲的一跑进来。对你同事都给他打电话了，告诉他你们在这儿了，你都不邀请他坐一下。主要是他可能看见我在那儿，他有些误会了，而且我当时确实也不好跟他解释啊。那个，我心里想的就是，那不是我晚上回家了过后再说嘛，等气儿消了就好一点了。好吧，走了之后呢？然后我就一个人回家的路上，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堵啊。我错了行吗？那以后我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，不管是玩，我都带你一起行吗？不要生气。那你之前怎么不说呢？你怎么现在这么说了呢？不是那天晚上你回去之后，后来发生了什么？后来他根本就没有找我。然后呢？对啊，我就一个人特别难受啊。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也在说这个事情嘛。嗯。然后他们让我分手，我其实还是在等他给我一个解释吧。就可能有半个月这样子，他都一直没有来找我解释。哦。而且我问他这个事情，他反倒是那种特别烦，不想理我。然后呢？就我实在是觉得受不了了，我就跟他说我们分手吧。但是我一说分手，他马上就不停的来跟我道歉，就一直来找我。但前面半个月我跟他说这么多，他都不理我。不是，那他就来找你，你就跟他复合了？没有，他就一直来找我，然后我也好几天我就躲着呢嘛。但他就通过各种方式来找我嘛。啊。然后他还在我家楼下，他就哭着跟我道歉，跟我承诺说他以后真的再也不会这样了，他一定会改的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当时我就挺心软的嘛，我看着他那个样子，也挺憔悴的，然后我就相信了。但是。我每次也想相信的，但是先不说，我想问问他，那半个多月你干嘛去了？上班啊，上班比较忙。不是，你知道那天晚上他是负气而走的吗？知道，但是当天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。第二天呢？然后就上班就可能。第三天呢？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想。第四天呢？然后就忘了。第5天呢？就你跟你女朋友5天不联系，这个好像用平淡期或者。这好像说不过去吧？就是我觉得吧，这事情都过了，你何必？那就说这次你们这次来就是因为闹了这个事儿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所以来到这儿。对。他要求复合，你跟他复合没复合呀？我没有啊，我就觉得我不敢相信他，因为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止这一件。啊，还有什么事儿？你再举例给我们听听。就是他。平时就有时候经常莫名其妙跟我发脾气嘛。啊。就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。我的生日他记得比我都清楚，但在一起1年之后呢，他就记不得我的生日了，连我们的纪念日也记不清楚。可是第1年咱们都是学生啊，现在我已经上班了，那么小日子真的记不得了已经。不是生日就应该记得吧？不是，是我生日是记得，就是说生日是哪天？就是说突然他生日是哪天？就是2月28，对吗？行啊，这日子也比较特殊嘛，对吗？对啊。啊，没忘。但是。但是他什么表示都没有。不是，我以后一定会做好的。不是，还有什么呀，姑娘？事情很多呀。啊，你接着说呀。他就经常跟我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啊。就是有时候他说他来接我下班嘛，我其实也挺开心的。我本来5点钟下班，但是我就等他，我就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，等晚上8点这样，他突然跟我说一句，他说他太累了，不想来了。我本来等他1天。就这几个小时，我都开开心心的，我还很期待。他说他来接我下班了，咱们还能一起出去再走走呀，玩玩什么的。结果他就说不来就不来了。不是，那上班本来就很忙。再说了，我不是大部分时间我不是还是去接你的吗？你就算是来接我了，也是那种闷闷不乐的样子。他又一路上就不说话，
而且有一次更过分的是，我就说了一句我想吃烧烤，然后他突然就说你自己一个人去吃吧，然后直接转身就走了。不是，你明明知道自己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你非要去吃烧烤，那个烧烤说实话，我一听就来气。那你当时怎么不说呀？你当时就一个人把我留在外面吹冷风，你觉得这样我身体就能好了吗？那我后面不是给你炖汤了吗？也给你赔礼道歉了。这都是1周之后的事情了。这个事情我就一直想不通，我说怎么能把我一个人就留在外面呢？然后他也不跟我解释，然后你追上去问他呀。哎呀，这很简单嘛，为什么不能让我吃烧烤啊？你给我站住，你给我回来。没长嘴没长腿啊！我不理解啊！他就直接走了呀，他转身就走了。你的腿呢，姑娘？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呀。那你冷你就回家呀，找屋子，不能让自己冻着呀。我听你们谈恋爱，我真着急，你知道吗？这姑娘肯定也赌气，你不让我吃我就吃。那你去吃也暖和了，烧烤对不对？是他当时就直接走了嘛。其实我还挺懵的，然后我反应过来，我就一直给他打电话呀，然后他又不接。我就关心你后来吃了没有？没有啊，我就回去了呀，没心情。我要是你，我肯定吃完再走。对他肯定这个东西，你看正常的处理是吵了架你走了是吧？自己吃，本来吃1块钱的，现在吃100块钱的，你这是赌气，哪有说让自己饿着让自己冷着那不行啊？听明白了，这2个人气大嘛。但是，我就那几天一直想不通嘛，我就觉得我要不放弃了吧？我觉得好像这样太没意思了。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我就说可能有的人真的不适合在一起吧。然后他一看见了，他就又马上来找我了，就是说做菜炖汤什么的。跟我承诺嘛，就说不会再这样把我丢在外面了。他就知道我心软，他每次都这样。他要不发朋友圈，你不会去的是吧？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为什么不去呢？第2天，那不上班吗？天天在。哎呀，你们这哪里像谈恋爱？吃烧烤，炖汤，这不就这么简单吗？有那么复杂吗？就他每次都是这样，而且每次我觉得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，我就想放弃的时候，他又来找你了，就又给你希望，然后最后又是失望啊，那就分了吧。但是他回来找我解释的时候，我就又相信他了呀。然后其实后面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啊，就往后讲。年终的时候我们去欢乐谷玩，我就鞋带掉了，然后我就转过去就跟他小声说了一句，我说我鞋带掉了，你帮我系下呗。他又突然转过头跟我说一句，你有病啊！不是，你明明可以自己系啊，非得我给你系。我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，就我对象跟我提出来这么一点小的要求，我肯定很愿意去做呀。我觉得有手有脚的自己系个鞋带都不会，你也真是麻烦。有一段时间抖音很火。不是，但是我觉得他如果不想的话，可以跟我说嘛。啊？就是他如果不想系的话，他可以跟我说，他就不用非要发这么大脾气。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男人吗？对呀。你非要跟他提那个要求，所以我就说你们这恋爱谈的真拧巴。我听你往下说怎么着了？他就又走了，就又把我晾在那儿啊。然后你呢？然后我就在后面叫他呀，我肯定喊他呀。对对对。他又不回头，他又不理我嘛。你这有问题啊！不记就不记了，你说我觉得丢人，我就不给你记了，完了吗？不是，当时就觉得有病似的，你就走了。对，当时的确是走了。就我当时那几个朋友也都拦他，都让他不要走嘛。然后他就是不听，他就是扭头转身就走了。我叫他，他都不理我呀。然后我就觉得特别难受，他把我一个人晾在这儿，我朋友也都看着呢，我就觉得很尴尬呀。而且他们就直接跟我说，他说你男朋友脾气怎么这么大？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啊。然后我就坐在那儿，我就一直在哭。但是他走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然后他后面也没有来找我，可能过了有半个月这个样子，我朋友都劝我分手嘛，我就想着要不就算了吧。他好像就知道。那我后面不是回来了吗？我也给。他好像就知道这个事了，然后他才来找我。我后面也回来给你道歉了呀，然后我也给你买了喜欢的花束，还有小兔发箍，哄你开心了，对吧？那你之前都干嘛去了呢？你每次都是等我好不容易就已经绝望的时候，你又来给我一点希望。你这样打一巴掌给一颗糖，你觉得我还能受得了吗？我客观的说，我觉得你受得了，而且你享受其中，要不然今天你也不会来。一开始。但是我今天来就是想就做个决断吧。你们俩谈恋爱，你一直说我们谈了很久了，谈了很久，你们谈了多久啊？谈了2年多了吧。就作为一个成年人，2年多，你应该了解另一个成年人的这个脾气性格了，是吧？他是个什么脾气的人啊？他脾气就是有时候有点冲动，但是好的时候也挺好的。心眼儿小，
冲动，有点直男，莫名其妙的大男子的自尊，他身上都有吧？没冤枉你吧？没有。就是这么一个男朋友，你为什么无数次的还有你那个小姑娘那个挑战他呢？那不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就是我明明知道前面是个坑，蹦极你就跳到刀山上了。但是因为他开始的时候对我，就其实挺好的，就也挺有耐心的。这个你们一会儿听老师讲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哎呀，我背的诗词终于在今天用上了呀！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，老师？这不是，就是他表达的这意思吗？当初是怎么样的？为什么现在就不像当初了呢？说实话啊，这个男生真的是不用心吗？可能他只是不对你用心。真的是没有感情吗？可能他的感情根本没有完全投放给你。一个男生能够说走就走，决的离去，把女朋友一个人丢在冷风中，而且不止一次，我觉得你比女生还作呢，你比女生的脾气还大呢。我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好像通常都是女生完成的，现在在你身上反复出现，而且你和他的冷战期有这么长。我感觉你不是爱他，你是在折磨他。另外，我想跟女孩说，一个男人轻易的跟你承诺，以及轻易的向你道歉，我认为这都是不可信的。当他一次又一次的在伤害你之后，告诉你对不起，我仍然非常爱你，请你原谅我吧，一直在用这种方式挽回你，我认为这个男人的所有语言你都不应该再相信。其实你心里也是在打问号。我相信在来节目之前，你跟你的朋友可能也倾诉过内心的这种苦痛，也把你们的状态分析过了。我相信你的朋友可能也能预见到你们之间不像你期待，或者像他跟你道歉时表现的那么深挚和真诚。你今天来到这儿，其实也不需要我们说什么，你心里难道不明白吗？你很清楚他对你的感情是几斤几两，只不过你一直在犹豫，在忍让，在退缩，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就是现实。我觉得一个你那道歉有什么意义呀？你那个道歉，言外之意就是赶紧，绝对不理他的电话。但是对不起，你想占上风跟我说分手，这件事不能发生。
而女生你自己也仔细想想，你爱他吗？你已经清清楚楚看到了他身上与你不合适的地方，但你一直在被情绪牵着走，一直在被这种一会儿热一会儿冷，或者是说那种虐心的感受牵着走。你放不下的不是他，你放不下的不是爱，你放不下的是那份情感跌宕给你带来的刺激的感受。我为什么用刺激这个词儿？因为伤心是一种刺激，难过是一种刺激，快乐甜蜜都是一种刺激。你现在被刺激的是那份难过。这种跌宕起伏其实对人是挺有诱惑力的，平淡的爱情其实挺难相守，而这种跌宕起伏会让你认为自己是爱上了，是欲罢不能了，实际上只是情绪在牵动你。如果你能看清楚这个本质，你们之间可能从最初都不能算是爱，最初也是因为彼此短暂的激情而相互吸引，很快彼此对对方的好感都崩塌了。看清你们恋爱的本质，早日抽离对谁都是解脱。你也别控制他了，无论是他说分手还是你说分手，结果都一样，就是分手。你也别再被情绪牵绊了，他一次次找你复合，你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场虐心，接下来他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。不合适就早点分手，别彼此耽误对方，好吧？分了吧。好，谢谢严老师啊。20郎当岁的小伙子，太多在谈恋爱的时候说翻脸就翻脸，说走就走，这不是他一个小心眼儿，挺多的这样的男生。然后，在你们的恋爱当中，这段感情你们要不要继续？我觉得你们自己判断，一起进入真情60年。我觉得吧，其实我们谈了这么久，也挺不容易的。从校园到步入社会，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，但是我在你身上总能看到一些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希望。但我觉得以你现在的态度，这些憧憬就只能是憧憬，这些希望也都慢慢变成了失望。所以我只想，如果你能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，我们好好在一起，就还有可能。但是如果你继续这种态度对我，我确实觉得没有必要了。我觉得一份感情如果不是双向奔赴，那它就失去了意义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，请回，谢谢啊。请关门，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男友在一起，他让我什么事儿都听他的，他花钱很大手，自己的工资已经不够他花了，他还拿我的钱帮他还信用卡，他每个月找我要的钱越来越多，我现在每个月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，他还总教育我先一起共患难，以后才能一起享福。我很犹豫要不要分手，但我很依赖他，我该怎么办？现在的问题不是一起共患难，是你一个人患难，他一个人享福。而且我也不觉得你是他的女朋友，你不就是他的 ATM 提款机吗？好好想清楚吧，姑娘，祝你幸福。当然要特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